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6年的4月1日，星期二啊。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本来我今天是想休息一下，不想录视频的。但是呢，因为昨天有一个网友呢给我留了一个言，然后我觉得呢他的这个留言呢很重要啊，所以呢我觉得有必要呢我要录一个视频，然后就给大家澄清一些事情啊，就关于我这个频道的。那么这个网友的留言呢，他是这样说的啊，他说，请问你现在还是看好你的重仓股 MSTR 吗？因为我也跟了，现在浮亏中啊。那么我立刻就说，我说你大概记错了吧，我没有重仓 MSTR，当然我看好比特币相关概念股 Coinbase 啊 MSTR、Block 还有 PayPal 啊都会比较好。那么我为什么要澄清，就是录这个视频去讲一讲呢？因为这个呢，我觉得也是现在很多的一个现象。比如说啊，有一些理财博主，他呢就录些视频，然后呢，那大家觉得哎这个人的观点比较好，那么他就趁势对吧，就做会员啊，然后收人家会员费，给人家推荐股票，或者是推荐人家去投资。那么我为什么他一说，他说那个我跟你买了什么重仓，我马上就说，我说我没有重仓那个股，因为我做这个视频呢，啊，认识我的老网友都知道，对吧？我也做了好几年的视频了，虽然我这个频道不怎么样，但是呢，就是我打算去讲这个理财投资的这一开始呢，我就心里面啊做好的规划了，就我不会去讲我现在重仓的什么什么股票，或者说我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就重仓的东西啊，那么我也更不会去劝别人，或者说去让别人去买这些投资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这道理很简单，大家可以看到，就我从来没有让大家说啊，你给我点赞，你给我转发，你来什么开个户，你来什么点个链接什么，我从来没有这种任何对大家这种要求。我的视频就道理很简单，就是我记录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可以说生活状态也好，或者当下在发生着什么也好，只是记录啊，我没有就是想过要通过这个油管的频道啊，然后通过什么会员，从会员的身上，从这个观众的身上去赚钱，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因为我的理念很简单。就是我投资理财，就是我自己靠我自己的实力，靠我自己的本事去投资去赚钱。那么我有这个能力，我就赚得到；如果我没有这个能力，那么我就自己亏损。去搞一些什么会员啊，或者说去比如说你自己投资很差，你把自己说的很厉害，然后去包装一下，去找那些人跑来给你会员，或者你去教人家投资，这种没有意义，因为这个钱就算是能赚到啊，也是，就是这个钱不够花一辈子的，对不对？就没有意义的。就这个事情对我来看，它不是一个你自己存在的本事，所以就是当时我就觉得我要靠自己的本事去赚钱的啊，所以呢，我就不会在任何的我的这个相关的频道里面说我重仓了什么什么东西啊，我不会说的啊，因为道理很简单，就没有意义。因为我既然不想从会员或者说网友身上去赚钱，那我去讲这个东西干什么呢？我去就是告诉大家我去重仓了什么，那有的人会跟着去买，买了你赚了钱你也不会分给我，你亏了钱你还要来骂我，对不对？就所以说对我来讲就没有任何的回报的事情，反而都是一些不好的事情的，那我不会去做这么愚蠢的事，就道理就很简单，是不是？那如果说今天就是我也搞会员，我也搞个什么投资群啊，你们加进来，然后我说啊什么我教你们怎么去买什么股票，那这种就有可能对吧，就会发生那个网友说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个网友呢，他其实也不是说就是他跑来责备我什么啊，我觉得就是说他可能我不知道他可能是不是买了这个股票，然后呢他心里面就是有点着急，因为比如说现在股价跌了，或者说他看了我近期发了一些就是视频，这些视频呢就是啊有什么，比如说巴菲特说股市要跌了，或者说美国战争啊什么这个股市啊还要下跌啊，是不是心里面会有一些
紧张，有一些担心，对吧？那再跑来问一下我，那他并不一定是责备我的意思。当然了，但是我呢也要讲清楚，就是我是不会去推荐任何人去买这个东西的，就是说这是一个红线，就我也要讲清楚，对吧？就像我过去讲这个，比如说移民啊，那移民这个东西，其实很多人把这个吹得天花乱坠的啊，就好像你只要躺在国外，你就躺在欧美国家，你就能够发财，你就能够过得很好，对吧？但我讲了很多东西，我也是讲得很实际的。但是我后来想了一想，我就不想讲了，对不对？因为总有一些人，就是你讲了这些东西呢，有些东西人家听了不高兴，但是对我来讲没有意思。我去让人家不高兴干什么呢？就对我来讲没有这个意义，明白吗？就我不会去做这种事情。所以呢，我觉得，哎，我自己投资理财，那么我讲讲投资理财的东西。那其实我过去我也发，比如说我投资的一些回报，比如说我去年我拿了一个小账户，对吧？我说，哎，我赚了多少钱，投了多少钱，我回报，比如说50%、100%，啊。那后来我今年我就不发了，对吧？因为我想了一想，也是这个道理，就是你去发，你在赚钱，别人在亏钱。那你什么意思呢？你是显摆吗？你是很有能力吗？你很厉害吗？对不对？就人家别人的心态上，人家不高兴。那如果你自己发啊，你也亏钱，那人家想啊，你都亏钱，你还上来发什么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做财经博主啊也很难的。那么就比如说像巴菲特，他跑出来说，他说股市这个伯克希尔哈撒韦要跌到50%啊，那样的跌才有意义。那你说我完全100%认同吗？也未必，但是巴菲特这么说了，那对我来讲，我做财经投资理财的，我肯定也要去做一期内容，对不对？也要讲一讲，就是我对他的这个判断的一些看法、一些理解，对吧？但并不一定就是说啊，他说的一定100%会实现。那他的这个投资理财上面，他也有损失的这种记录，他也不是说百战百胜的，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啊，就是我还是要讲几点。第一个呢，就是我呢不是去让人家去投资这个、投资那个，或者说我推荐人家去买任何的股票，这个在我频道从来不会发生的啊！我再次声明一下，我只是记录我自己，就是说投资理财的一些记录吧，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也会发布过去的，就是我这个交易已经完成了，我已经买入，什么时候我买入的，什么时候我卖出的啊？我比如说有个交易记录在里面，那我说我赚了多少钱，那么这样有一个过去的这种东西，我会讲一讲。那讲一讲道理是什么呢？就是说告诉人家，就是说当时的心态怎么样分析的啊？我希望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对有一些人是有一定帮助的，对吧？就是分享一些这个经验啊。那么当下，比如说我去买一个什么股。我重仓了，我是不会去说的，因为我前面也说了没有意义，因为我跟你任何网友都不认识，别人比如说很多网友给我发邮件说啊，你出来要不要一起喝咖啡，我们要聊一聊，我从来都是拒绝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大家一出来聊，就是聊来聊去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要问我投资什么东西去赚钱，就其实没有意义，就是我告诉你了，你投资去亏损了，或者就像这个网友。我不知道他真的是买了还是没有买 MST 啊？那么我也查了一下记录，对吧？就是说 MST 啊，我在说那个股票的阶段，其实跟现在股价差不多，就算它是真的浮亏，也是差不多的。那现实当中就是说，你投资一个东西，你肯定有一段时间，对吧？你会有一定的浮亏的。你像巴菲特他说，你买一个股票啊，你没有下跌50%，你就不要去买这个股票，什么这种话我都不能讲，对吧？这种话讲了，说白了要被人家骂。但是呢，就是我觉得有一点是对的，就是现实当中，这种股票什么总会有意想不到的这种事件发生。你比如说像什么俄乌战争要停战啊，什么伊朗的这个战争要停战，这个连美国总统连川普他也没这个能力，对不对？那你说谁有这个能力？哪一个人能够说有这样的能力啊？说一句话啊，停战了，明天股市大涨了，对不对？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说我们投资理财肯定是要有一个做好最坏的打算，就是你要把这种风险啊什么全要考虑在当中，对吧？还有一点呢，就是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我之前的视频我也说过啊，我之前就是有几期视频我在里面说过的，就是
一定要去买你自己懂的东西啊，你千万不要去听谁买谁厉害啊，你听他的，你听他去买，或者你听我买，对不对啊？比如说我说了这个东西我分析成这样啊，那你说啊，我觉得我也要买，就你要懂，你自己觉得能够理解，那你就去买，这个没问题，这个其实是你自己的理解，因为一旦就是你买了一个东西你不理解你不懂，然后市场如果没有像就是你买了立刻就涨，对吧？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你就可能会害怕的，因为这个不是你心里面自己100%认同的，就是说这是一个你从别人那边听来的，对吧？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之前说，我说我重仓的一个股票啊，然后那个股上涨了，我也卖掉了一半，对吧？然后我说我后来现在低了，我也没买，我说我还要再等待，对吧？那么这个也是，就是我之前也说过的啊，我说这个如果现在这种情况啊，这个有个30%、40%的盈利这种波段，对吧？你就赚了，这个也是就是说你要及时的啊，就是赚到盈利，然后你在低的时候再买进去，对吧？就是你要做波段啊，你不要就是说一下子这样拿着，那你本来一会儿涨的，然后你又一会儿又跌了，那如果你是一直就不管它的，你像我就不管啊，我每天比如说我就干点别的事情，那就每天开盘了我看一看，然后这个结束了我就看一看，我不会去天天盯着它看。如果你一会儿要盯着看，那你这个心理压力很大啊。你看，哎呦，我前面赚钱的我没卖，现在跌下来一点了啊，我又亏了，我要不要卖啊？最好不要买，对不对？再一看啊，这个股票又不是我自己想买的哦，我看了别人说的。然后我再一看，我之前本来想买那个，哎，今天这个涨了，我买的这个亏了，就这种事情很多，是吧？啊，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呢，就有必要啊，给大家呢，就是录一期视频啊，就是讲一讲啊。那么最后呢，我还想再讲一讲，就是我对比特币啊的看法，对吧？也算是我要告诉这个网友，就是说比特币啊，很多人认为呢，就这个比特币呢，现在马上要进入熊市了，什么什么。但是这是对于我自己的看法啊，我觉得比特币只是在牛市当中的一个回调啊，它只是深度的回调，它未来还是会上涨的，这个就是我的看法，对吧？但是我的看法不代表它一定会实现，它一定是正常的。但如果你现在一定要问我，那我肯定说这就是我的这个看法，我的看法是不会改变的，对吧？那如果是我亏损了，我也自己认，对吧？只能这样讲，好吧？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就讲到这里。